欢迎大家收看由美团买药冠名播出的爱奇艺4制综艺《姐姐当家2》。上一期呢，4位姐姐的故事非常的精彩。那这一期呢，还是我们4位姐姐一起陪我们观察。哇，上一期丽萍姐姐，你对谁的印象最深？每个人，每个人都是。那他们的故事，我们是不是想继续看下去？当然。马上来看第一位姐姐冉莹莹。这张照片真好。你们有没有不满意对方的什么点？他属于话痨，真的。他在我们家有一个名字叫画家。我们俩之间，你最怀念哪一段时光？你最想抹掉的是哪一段？你觉得现在家庭对你来说是什么？太能说话了。他去三亚过一个暑假，回来牙都变黑了，是吧？把牙都晒黑了。还是得下沉。他挺喜欢热闹，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热闹的人。听话，就你在外面乱跑啊，到处乱跑，不回家，不回家，不回家。狗跟他不亲近是有原因的。就是我们2个人旅行，原本我们2个人吃饭，我们到了夜市摊，他就坐在那儿，忽然就会走过来一个人，哎，小王，要坐下来喝2杯吗？人说我真的可以吗？人说可以。哥，您知道最后多少个人吗？18、20个人，走一波做一波，走一波做一波，走一波做一波。比我们还快乐，我们要比他们更快乐。他逻辑性特别强，然后你跟他吵架的话，你吵着就是我的理儿在哪儿，然后他实际上会被带偏，知道吗？车里面等你是，但就是证明就是你我只。我好像吵架吵过他一次，我看7、8桌，我说，哎呀，这些话我应该把它抄下来。他要吵赢我是吧？我现在已经知道他吵什么我都不说话，我都说啊，好。家里面的灯，WiFi 没有了，他说你去看看。我说你这个找专业人去做就是，何必要难为我呢？因为我以前就不去担心这些事情。然后那他说，那你现在不是奥运冠军了呀？我多现实。你是不是觉得他的光环变弱了？哪个他的光环吗？对。不，我从来没有这么想。有一天我儿子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妈妈，我爸爸这抖音粉丝还不如我一朋友，我朋友是千万级网红，一个女孩啊。我就给他讲，我说轩轩，我说你这样想是不对的。我说爸爸取得成就是网红不能比拟的。当然网红别人网红的好，我说你要尊敬你爸爸。你爸爸甭管多少粉丝，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男人，是载入中国史册的男人。我去，这姐姐很幽默呀。这个配乐。哎，妈妈。哎，你是哪个？我儿下午去趟人才交流中心。现在说搞什么？我看我能不能上副噻，落副。周老二这回不是找黄浦区篮球队选上了，本来他可以打这个世运会，然后因为他没有户籍。然后人家就没办法打这个市运会，因为你不能代表上海市嘛，你只能打一般的比赛，所以然后冉明熙也是，你本来上次幼儿园直接可以升那个小学，没有户籍，人家不给。所以说这个事情你看嘛，真的是恼火。哎，讲起又是往事不好讲，错过了2分钟噻，那个有些东西机会就是一哈过了就过了。你们怎么会没落户呢？他呢有浓烈的这种感恩之情。我们来上海的时候，人家就说你人才引进办，你办到上海户口。他说我贵州人，没办法啊，就是后来我们来上，我们老3现在都没有户口，我们都是外地。我说要是那个呀，你要是忙不过来，我就来给你煮饭。弄点些。你来了，我怕你累，没必要的。哎呦天哪，反正噻，我觉得你更深的辛苦。
一个人超吃了那么多，男的女的嘛都要你来管，老的少的都是你的事。这就是妈妈的责任，你说嘛？培养娃儿的，再辛苦再累，还不是哈？主要就是这些责任。当时你自己这个婚姻，他当时支持吗？一开始不支持，反对。为什么？因为他觉得邹鲁明跟我爸很像，只因为我爸后来转业就体育老师，然后我爸喜欢养鸽子，然后呢喜欢交朋友，然后我妈生我的时候，他也不在，月子里也没照顾我妈，好可爱，好可爱哦！哎，我觉得妈妈太不容易了。你什么时候开始理解他的？怀萱萱的时候吧。冉明熙，时间来不及了，加油，宝贝儿。放这儿。有一年，妈妈在下面熏香肠，然后她上来就嚎啕大哭，然后我当时就被吓到了，因为她整个人哭着就从椅子上就全到地上去了。哎呀，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宝贝儿。她就说我不懂事儿，都不知道给妈妈就是递杯水，然后我就哇，这个事儿这么严重。他觉得什么事儿都他自己做，换个螺丝可能换个灯泡，什么都是自己干。银行那边待会儿我们俩下去把每一笔款转进去，先把那个泰隆的转了，2万多，还有一个27000，农商行5115，5500。好，这个汇完了，现在汇农商行普陀支行的，1700。谢愿让美好发生。会员扣款问题请按1，逾期还款问题请按2，账单及还款问题请按3。你好，我收到了这个催款电话，但是我没有什么印象，我借过款。好的，请您稍等，这边帮您查询。是的，先生，这边显示的您在2025年12月17号在我司借了一笔贷款，本金为1万元的这个贷款。本金1万元。现在我能不能把这个全部给你还了？现在能一次性还掉吗？我给你转进去，全部扣完，然后我就。说错了，应该是您本金为10万的这笔借款。10万不知道借了10万的。我有借10万。我不知道呀。是的。他现在要扣多少？他现在利率是多少？现在利率多少？你来。这个具体您 APP 展示的为准，先生。没事儿，我先给你转那个9000多，一会儿还回去。你就拿10万吧，9000多。我哪里有10万呢？我这哈儿乖，我没得10万的。今天我们已经还了将近10万了，没得那么多的。我怎么会？我没有这笔啊，我没有借过啊。好像是你还明明的。我没有啊。他这个显示有啊。你们财务没有统筹一起管理啊？其实以前是一直一起管理的，但是发生事情以后，可能就是我管的稍微多一点儿。那当时怎么会借的呢？你们统筹管理，你就应该知道嘛。他是还他的表弟，他那个明明是他弟弟啊，然后完了是可能之前的事儿。所以你觉得这个经济状况急转直下是造成你们现在婚姻状况的一个糟糕的原因吗？我觉得可能或多或少吧。没关系，有不怕，我们就解决，没事儿，只要咱们发现问题赶紧解决就行了。你知道我今天其实有很深的挫败感吗？我们在去那个问户口这个事儿路上，他有一笔钱，他就说我什么时候用过这个钱？这个钱不是我用的。就他说这笔10万，你付。那个我很刺痛，甚至有点无力，就遮羞布都没了。就是我想问问一些，我能不能落户的条件？其实上海落户啊，其实就4派，第一派呢，其实就是属于学历派，学历，重点院校毕业的，
包括留学生，只能是应届生。哎，那个是针对应届生的，这条路，你是不行的啊。第二种路线呢是实际上就是依托于积分，积分我够，待的年数，还有我们交的社保，交社保，今年第10年了。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对，可能有那种中断啊什么的这种。你可能中断了一次，意味着可能就要延后2年。中断一次，延后2年。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2位的哈，是人才引进，但他需要取得高级职称，发表论文。卡住。对。另外还有一条线，就是说，只要你薪酬的基数是人家的1.5倍、2倍啊。高薪人才，我现在达不到呀。1、2、3、4点听下来，我没有一条符合。我整个击穿，你知道吗？我说哇，虽然站起来人家安慰了一把哈，说没事儿，这个可以努力啊。我一想，没有那么简单，哪有那么简单？我路上我在想，我不够好，但是我也许为我儿子可以更好。我能不能接下来我去求职一个公司，我为我儿子站一把？要不没事，人才没有引进的奥运冠军，给你开个门啊！说这些干嘛呢？那么见外。我先回家接西西，吃晚饭。跟谁吃啊？孩子们吃，他们是球队。那他们球队是我们家长都要参加的吗？希望我们家长参加，但是不是我们一去这么大阵仗，我怕那个啥。我觉得没必要，给人家搞紧张了。那你晚上有什么安排吗？我不是去那个心疼吗？我跟他们请个假，我说不去了。你想去就去呗，你不要因为这个耽误。有什么耽误的？就是顺其自然。我不去了。Flavor。哎，弟弟的薛尔斯学习机，我看你用也挺合适的，对吧？你看，它能代练每一个音节，给你纠正发音，你们配合挺默契的。我一直想把英语说得更流畅一点的。有小思体系化陪练，妈妈放心。你看这些情景化的对话，想聊什么，只要你大胆开口，每次练完它还能给你多维诊断，这样呢你就知道哪个部分有问题，就可以针对性的去改善啦。好呀，我还能跟弟弟一起学习呢。真棒！而且你看，这块15英寸超清护眼大屏，长时间学习看着也舒服。好了，继续练习吧。Hello， 我打个招呼，交给你了，麻烦你。我这会不参加，对对对。好了，你们要听话哦。有没有意向的餐厅？没有，不重要，主要是我们。我就订个包间，然后给他送好了，怎么说？去哪儿？他也在订的月桂。啥？那就月桂吧。兄弟，他们也在月桂啊。那就月桂吧。这儿他们在里面。很热闹。那我们要吃，我们就找个角落。好，先这样。好，等会儿我们如果还要加，什么时候再加？好，好的。你给。哎，喝的呢？你不点？哦，对，喝的。我点这里吧。我去打个招呼去。你先从那边拿来。我又回来了，哎呀！来，开心，谢谢。今年我们也要常聚，小朋友们加油。待会儿我再来哈，我待会儿再敬你们。哎呀，我先过去，开饭我就坐在那个角落哦 ，enjoy。待会儿过来啊。这半杯给明哥。啊，先把这个。我移到这儿。来，从这里开始。来。啊，你们镜头对着啊，3、2、1 ，Cheers。哦，谢谢。
我有，我现在不需要，我现在不用。那你看，对，谢谢。不用了，以后没有了。因为现在还不吃那个。没事，吃什么东西都应该有的。我觉得他们好客气。对。他们里面有一对夫妻的孩子，12岁1.8米了已经。可能对，因为也可能是因为我的原因吧。没有。对，因为我的原因，你很优秀，没关系，你的运动基因，因为我的原因拉低了 ，sorry。我的原因，相敬如宾。我过去敬个酒。他来都来了，他为什么不去敬个酒呢？我来了。我们好像在这里边的地方是吧？对，我们在那个角落，我老公给他塞那个酒。爸爸，天宇爸爸，达尔爸爸，你好，达尔妈妈。没办法，让她当公主，她非要披个战袍去当穆桂英。现在有在黄埔了吗？有，但是我们打不了世运会。那你是香港的吗？贵州 people。热菜就开上了。不，慢点，我们还有客人没到。我觉得他生气了。2个人吃西餐，我给他把餐布打开，给他煎了，他拒绝。你说我怎么去给他开车门嘛？这么多年，我怎么去给他温柔的一面嘛？我现在都变成献殷勤了。30分钟，他们俩干嘛不一起过去？泽生不想过去。我去换我老公来，要不我去换他，要不然他一个人在那边，我就换他啊。好。哎呀，你要不要我换你？你去打个招呼吧。你都不要回来了，你直接去吧。为什么不要回？跟人家爸爸妈妈们聊会儿天呀。有啥好聊的？因为我们今年球队有些变化。有些小朋友会去区队，现在我们这个球队里面有去崇明区的、青浦区的，然后我们黄埔区的。又开始了，要不你过去聊一会儿呗，我在这等茶姐他们。世明哥。羊排来一块，一点给你吃。你是来干嘛的？你知道吗？你是来录节目的。你帮这一帮人谈，帮我扔在那儿，我今天是有局的，我自己局都不去了。我跑在这干在这坐着。他不想去呀。那我不是说让你去吗？不是，我肯定要管他们两个呀。是啊，就是因为啊，说。我应该去我的局，我不应该在这里啊。因为录制这个事情是后面定的，人家吃饭录制这1个多月以前就定了。我知道，然后他们来了，既然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地方，然后有点？是。你出去多久了？你知道吗？菜都快上完了。我出去，我们这些爸爸妈妈们，今年孩子们比赛得好好的，就是。来，再吃点。吃。这个。像明哥其实是跟这些篮球队的家长不是很熟的，是吗？应该不熟，应该很少参与嘛。
轩轩的时候去过1、2次，浩浩特别少。其实今天是一个他可能不知道的聚会，按道理他应该是知道的。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小朋友很小，大概5年前我们就在一起，好久没见了嘛。连晨，你看现在都4、5个月了。但是他其实那个时候也在等他的朋友，所以我在回来的时候他有点生气。就我一开始我觉得我不能理解，就是你等的并不是我，甚至你这次来赴这个约也不是为我。哎，来过来，来加个盘子。我们那边再加个盘子，这边帮我也加上哈，那边。来，兄弟，来，好，开心了吗？我的开心跟你没关系。哦，关系是他来了，我开心是我。要不我就再过去那边聊会儿。去，你那边然后就直接回去。哦，那待会儿我把孩子接了我就走了，你们在这儿继续。我觉得可能大家会有一个误解是说，他为我筹备了浪漫。我有。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我又不是手脚不灵活。我觉得最大的尊重是内心对你需要的渴望和对你真正的温暖，不是停留表面。太冷了。明哥不上车。明哥再跟他朋友再待会儿，没事。太冷了，我们可以先走。对，灯坏了。其实像今天晚上这样，就是我回我的家，明哥回明哥的家，就是常态。甚至我觉得他今天巴不得我走，快走，他跟兄弟们再多走。也对，男生有男生的世界嘛，对吧？他比较爱跟兄弟在一起。我又饿。你想吃啥？火鸡面。火鸡面行。你看到吗？这就是，原生家庭的快乐。原生家庭什么快乐？你们是希望爸爸来的快乐？还是妈妈？我不是妈妈。哇哦，又是各自进各自的房间了，对吧？像他在饭店里跟你这个态度，是经常的，还是因为录节目他就要这个劲儿？有时候，有的时候多吗？也不是很多，有的时候会。可能他因为也觉得我把他冷落在那儿了。他对你这种态度，你是因为有节目不跟他急，还是你过去就这样？不，我觉得没必要。如果急能解决问题，那我们就急。但是急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个话是对，但你一直不反抗，他会变本加厉啊。我觉得他没大有是非观，任何一个父亲稍微有点责任的都得出来做个样。他为什么不能在那儿出来一下？因为我们是报名的嘛，就预约制的。他可能是不是觉着他也没报名，去了会有点唐突？那不是说你可以换他过去吗？对。那他也拒绝了，对吧？他可能也就是不好意思，也有，还有一个他在等他的朋友。我感觉邹市梅身上可能现在有一个特别强的挫败感，极强的挫败感。对，我给你举例啊。是的。你们一开始要去解决户口问题，他给你开车的时候说啊，不能落户的奥运冠军。这是个非常大的挫败感，然后呢，莫名其妙打来的电话，一笔他都记不住的债的存在，
我相信这样的事情在你们最近几年的生活里反复的发生。然后就反复一个人沉浸在挫败感里的话，他会不断的去验证，叫做我好像在努力，但是努力无效；我好像努力在给你铺一块餐巾，但是努力无效。到后来你们坐在餐桌上的时候，他的身体语言、他的语言已经都顶着了，就那是对挫败感的抗拒。我觉得我当时可能也有一点点志气啊，就是原本他是约了他的朋友，当然他后来取消了，说陪我们去。其实我很感动，但是我车一开出去，他就开始约人。当然我的心想是，如果你决定来陪孩子陪我们，那你就不要约朋友了。对，你就陪我们啊。但你全程都在摇人，那我就感觉我不喜欢这种模棱两可。我可以过来跟你可以直接把你的不喜欢告诉他，而不是在这个不喜欢之下去把他的餐布拒绝了。那心底也有冷点的时候，但我会根据情况，这种冷点我肯定会说他。我一直都打直球的。你怎么说？我说你跟谁掉脸子呢？你。我以为会说出不一样的话，你甩脸子给谁看呢？对呀。其实你觉不觉得你也可以直接讲啊？不，这是一个公共场合，如果我丢这句过去，他肯定就更爆了。我们俩在这么多人面前去吵架，没这个必要吧？关键是你适应他的方式，有你的方式，温和的讲出来。那么你自己内在要很好的化解，你不在意他，但是这个事情是你是往心里去的。你自己委屈吗？就是。我觉得就还好，因为我都习惯了，因为他经常跟他的朋友，还是委屈的。还好，我觉得我理解成是有委屈的。那他干嘛要摇人呢？所以这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既然我可以陪冉莹莹，但是我的朋友又来陪我了，是不是男的就死喜欢那个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叫一堆的朋友来陪他们？这不是，他们那么需要情绪价值吗？不是的，不是的，这个实际上就是他男生他需要找一个滋养我的人，就是中年男人的情绪价值来自于中年男人啊？为啥呀？你看虎扑就跟他们上面说的一样，就中年男人最后的乐趣一定是来自于男人。我不认同啊，我不认同。对，咱们沟通嘛。我最担心莹莹的是什么？就是莹莹你容易过度理解他人，过度照顾别人感受，你忽略了自己的感受，你太容易过度照顾别人的情绪了。是的。如果说有挫败感，他有挫败感，你也可以有挫败感。对呀，对呀。但这不是理由。不是说在这个当下，我朋友在这里，我就可以这么去怼我的老婆，说你可以回去，这都不是一个绅士能做出来的事儿。但是我这个观点，我其实持相反的观念，就我想表达点不同的，就是，刚刚顺着他的话说，我不要这个餐巾怎么样了？那我也想反问，我要这个餐巾又怎么样了？我其实2集看下来，我有个很直观的感受，我觉得你一直在做这个事，气氛杀手。你如果开心的拿了这个餐巾，然后下一句话就说，哎，老公，我们2个一起去给孩子的家长们打个招呼，我觉得不会到这个局面。哎，我问你们个问题，我真没想清楚。如果有一个人处在他的人生的低谷期哈，他处在一个强烈的挫败感里头，请问，如果我是他的另一半，我应该把他当一个病人，还是当一个正常人来沟通？正常。如果正常人，正常的方式沟通，然后有谁会把他当做一个病人来沟通？来，我们先说说应该当正常人，你说。因为我就曾经经历过非常的低谷，那我宁愿别人看不到，我不愿意见到我不想见到的人，我宁愿不见。如果你多一份关心，我就觉得我就关门甩门。如果我带入到明哥现在的状况，跟我那段时间非常像，因为这不是正常操作。因为我了解的邹市明，他在《爸爸去哪儿》带到轩轩的，他是一个阳光的、永远积极向上的一个父亲。但是说人真的，如果经历到一种低谷，经历到一种应激，他就会做出不像人干的事儿。然后那个杜华是另外一个。杜华，你觉得应该是特别当病人对待的？对啊。有时候的话，我就觉得，就是你是给他一些挫败感。因为本身他就是在最低谷的时候，男人嘛还是需要面子和一些自信心的，自信心这个东西很重要。如果他一直在这里面，那我觉得你们关系永远改变不了，只有一种
结果就离婚。但凡如果不想离婚，不想互相解脱的话，那我觉得他首先的话得用药物来控制自己。我觉得他是生病了，你明白吗？不好意思啊，我从这个中医的这个观点说说。啊，这还能中医上？这要去火。你俩现在是阴阳隔拒的状态，他是阳，他现在处在阴位，你是阴，不可以越界当阳。人参杀人无过，其实莹莹一直在做的是一个好事儿，但是你补得太过了，他的挫败感太重了，他心气儿不足了，他现在需要的是滋养我的人，你属于人参太补了，所以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应该做一个帝皇一样陪着他。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反而别人的鼓励跟呐喊会成为更大的一种压力，所以这就是我同意这位中医说的，不宜过补，过补反而就有一种强烈的对抗力。说的都特别对，而且因为我现在觉得你为什么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你也是一个生命朝气蓬勃的身体，但是也不是无边无际的这么摧残，一点一点的哈。哪一天你突然生病了，你的3个孩子怎么办？老师，您就是对我的担忧啊，非常感谢。但是在我心目当中，不管是明哥高峰低谷，他在我心目当中骄傲永远是排第1位的，我为他感到骄傲。我觉得发生这个事情，我是希望说他支棱起来，我们一起去解决。我想问一下，他为什么要支棱起来？一个瘸了腿的人住院了，你让他必须还要站起来奔跑。当然，他不一定是为我而支棱，他可以为他自己而支棱。这是我来姐姐当家2的原因。他需要一个过程。我感觉啊，他这种东西不是嘴上你一直强调，你老希望他支棱，还不如什么呢？一是陪伴，2我感觉有的时候就让子弹飞一会儿。他不支棱能怎么样呢？他又没做不好的事情。周世明没有支棱起来，你会怎么样？我相信他会支棱，然后我给他时间和空间。那个莹莹，我特别建议你借着我们那个节目，观察一下你们2个人的互动模式。然后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们俩现在有一种互动模式，就叫做，他如果主动表示善意，会被你撅一句，特别是在你心里有疑问或者不高兴的时候。拒绝。但是，如果他一上火开始拒绝你，你立刻软下来。讨好他。虐恋。不，我并不是受虐狂，老师。现在觉得莹莹和邹市明都有点拧巴的地方，有可能就是他们俩内心都想过下去，但是他们干的事儿都是不好好过下去的事儿。对，你知道吗？就意愿和事儿是拧巴的，那是可不就看着拧巴吗？你不觉得他俩性格还挺像的吗？对，表达方式不一样，根本上挺像的，你俩都挺较劲的。如果双方都不纠正的话哈，你就是下定决心要不离，跟他过下去哈，也过不下去，因为人都是人。你说我身上扎1针不疼，你浑身扎到2000个针试试。好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可以总结出来的热聊话题，请观察团的成员投票。莹莹，哪个话题一下就映入你的眼帘？第2个吧。你会先在意自己感受，还是在意对方感受？对方。我们通常女性就是很在乎对方的感受，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渴求和需求在他身上。是一种投射。啊，对，就是说我很在乎对方是否在乎我的感受，但是我表达的方式是说，我在乎你的感受。我在乎你。我看到你们是2个不同的风格，就是你先生他是一个很感性的。就是爱你爱到骨头里，恨你恨到骨头里那种，然后你是很理性的，所以你的理性中包括不去接他的情绪，这个谈感情，这个谈解决方案，然后这个人就会觉得没被听到，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是如果有机会坐下来聊聊，就是心理契约，我期望什么，我愿意付出什么，他也是，你们真的去对一下，然后找一个最小公约数。他俩天天坐在一块儿，他俩聊不到这个份上。邹市明，你能在看电视吗？那个，咱下一期把他叫来吧。我也觉得他应该来，他应该来。正好来拳击台支棱上，搭一个8角笼里面。
好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边观察边为大家提供更多的解决问题的方式。那希望他们2个人都能够赶紧把债还了，无债一身轻，然后好多问题也许就迎刃而解了。谢谢。小鹿，当了一家之主后，你最看重什么？准时啊！作为一个连备孕都要掐表推进的人，我的世界没有迟到2个字。出差赶通告，从不迟到；跟练打卡，不迟到；去医院体检，不迟到；就连汤包每个月飞来找我，也从不迟到。偏偏2道杠，迟迟不来报道。那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我看你已经在吃营养铁的药了。药可不能乱吃，备孕期间有拿不准的，就问美团的小团健康管家，安全用药，少走弯路。哟，谁呀？我的救兵，折腾一圈才发现，就算好运气总不准点，美团买药也准会到。美团买药急用药，24小时1对1急送，原研药自营大药房更省钱。谢谢。好，我们来看看下一段，欢乐一家人，这一家人是淘淘家，请看。这都是我儿子，你看看，你看一眼。好。哎呀，你看这些都是那个什么，都是我儿在那个石家庄练体操的时候拍的。10年吗？都是看着了吗？几岁啊？这才10年，那时候我儿子应该是几岁？你当妈都不知道10年几岁？哎呀，你几岁了？哎，这当妈的心大。这个是辛迪是拿世界总冠的时候，那是2018年吧？19年。这都是你自己写的吧？啊。我第一次见淘淘，那是在他们队里，我去看儿子，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情况，我不清楚，就是什么时候往上想过一次。因为辛迪以前问过我一回，他妈妈我要找一个，就是要比我岁数大点的。这是他们俩结婚的照片，淘淘寄过来的。啊，寄过来一个。他领证的时候是我在国外回来，辛迪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妈妈我们去领证。他们结婚之后，你们一家人没有在一起相处过？我们相处了。相处过一段时间。相处。因为他们俩只要放假的时候，淘淘肯定会给我买票，让我去沈阳。拉了一宿，我们打车去。出门了啊！哎，慢点啊！我给你买早餐啊！我给你买早餐啊！你和你婆婆关系很亲吗？在秦皇岛训练的时候，我会每个星期都把他妈就是叫出来，我们一起。你还主动？对，我主动，我会主动。你要说我跟我婆婆也不会说做到这个每天都联系啊，或者是这种不会，但是肯定是要比辛迪可能更想得更近一些。他跟他妈沟通就比较少，甚至于还没有跟我爸我妈的这些沟通更多。过来，带着吧你，交给我。好的是你家是吗？是的。拿住啊！哎，谢谢啊。这面包也收回来吧。先放这儿吧，你去，马上离开我的厨房，马上。不是谁都能进来的，你老这上，出去。哇，我刚才是放这儿的吗？放这样的。那你为什么刚才放我这儿？你起来。哎呀，你坐吧。离开我的厨房。这是他的母子之间的表达方式吗？对，就是不让妈妈干活吧。不是，他有一半是你离开我的厨房，这是开玩笑，但是说起来是让他真起来。哦，我跟我儿子这2年很少沟通，我们俩也吵过架。你知道我们俩到什么程度吗？吵架的时候，我们俩都拉黑。哦，拉黑了。拉黑，我也把他拉黑。其实我挺害怕跟辛迪沟通的，因为辛迪一说话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怎么去接这个茬了。来吧，今天和2位冠军，还有家人一起吃饭，这真是
非常的开心的。太幸福了，来，老板，就这次奥运会比赛呀，那我们都看的这个热血沸腾的。你也在电视一直在看吧？那天没敢看，那天我真的，那天我真的没看啊，没敢看。真是心当时受不了，我不瞒你，我把手机都关机。对，我不敢看，我看的转播。我这个人很容易激动，就是说，我不想让我的情绪而影响到心理，所以我那天就我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关掉手机。你是怕打搅到他吗？我关掉手机是打扰我自己，我不想让人打扰我。回去把我奥运会比赛先看10遍，练一练你的心理。我何止是看10遍呢？现在看我10遍，我就不止10遍了。让我考你一下吗？我那个夺冠动作代号是多少？5.1。不是你说那个比赛呀，你跳啊，你说跳的那个动作，那个难度系数是5.1，你别说代号，我以为他说的那个穿的那个代码呢，就这个号码布呢，你号码布是5号，但你跳难度系数是5.1的难度系数。得分多少？那个得分是132.6吧？06， 132.06，差了个1.2，反正我的记忆力不太好，但是我知道他那个，反正我是全看了，我看了很多。不难为你了。我的成长道路上，我的母亲是有缺失的，我希望她能像别的母亲一样，就是时不时来看我，时不时能特别观察我的比赛，然后我每一个受伤瞬间，她都能第一时间给予我这种亲切的慰问。16年开始，我们每年夏天都要去秦皇岛训练，你也总去看他训练。那时候我送他，为啥不多？其实次数不多。内心对这个可能还挺渴望的。渴望，因为我们这项目，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有安全感的人，也是非常渴望能得到就是父母的这种关爱。这个应该是练体操。练体操。我其实很小的时候，12岁的时候就来到沈阳了。小时候你妈看你看得多吗？小时候多，但是后来因为离家远，她说那个你得好好练，就练体操的时候，她说你好好练，好好练，你进国家队不就去北京了吗？北京到秦皇岛就近了。对，然后这样的话，我们1个星期就能看1次。这个就是一个供求的关系嘛。你需要怎么样，我才能怎么样。但是真正的家庭，或者是真正家庭的这种爱，包括这种，它是无私的。对，不管你去哪儿，我都可以去看你。因为我就觉得就是啥呀，说实话，真的啊，我可能这么多年，说实话，我可能对他照顾较少，因为我把所有的心思放在我父母身上了。因为我跟父母在一起嘛，人嘛，首先你得把孝子当先。就是说，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很害怕，我真的挺胆怯的，因为我总怕他说我，有时候一发字发3个字，你有声吗？以后你不用害怕，你不要打乱他爸，你不要吱声。不是，你让小丽说，这个时间你不要去，这是他们在沟通的时间，你们不要说话。对于我儿子，我心里面内心我一直在关心。对。但是有时候我表达我又怕他就说，哎，你看，跟我沟通的还少，还假不拉几的。我啥时候这么说了？他是你儿子，他能以为你假了吧唧的？不是，他说的这个假，并不是他不相信我，因为我知道辛迪特别关心我。他也这样，偶尔我一过个生日会有事儿啊，我那啥，他也给我发红包，就对。讲的肉麻这出。你看，别提了，受不了。辛迪挺懂他妈妈，但是他妈妈确实了解他性格少一点。我非常理解辛迪。辛迪他是10岁吧，还是12？10岁他爸他妈就离婚了。他属于比那种相对安全感，小时候嘛，安全感没有差一点。是。然后我是属于能量磁场比较强的，就是乐观嘛。对。就在我身边相对来说比较快乐。这吸的真是干净。是吗？但咋的也没有你拖的干净。辛迪去沈阳体育学院的时候，我就选择了离婚。他跟他父亲的交流多，还是跟您的交流多一些？因为辛迪跟他
基本上就没怎么联系，因为辛迪去了沈阳以后，训练，他爸爸他们就没怎么跟他联系沟通，那时候已经断了。去沈阳之后就再也没有跟父亲联系过了，是吗？中途有联系过，中途联系是因为当时爷爷要去世了，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父亲。为什么后来和父亲就没有联系了？我不知道我父亲电话号，然后我母亲没有告诉我应该跟父亲联系。你自己有想过吗？我有想过，但是我每次就说到这儿前，我也是总感觉我的母亲也不是特别想让我跟她联系。后边也相继提过几次打电话，但是我母亲的态度都不是特别那什么，所以我就明白了。所以你跟你妈妈有好好聊过这件事吗？没有。吃串去喽！今天就吵我儿子，心里多穿点，有点冷啊。他冷，他再冷。咦，我也抱一把吧。我儿子，你整是。哎，不是，这。哎呀，哭了，想你想的哭了。因为毕竟辛迪这么多年很少在家，而且基本上就没有在家过过年，所以我也期盼我跟辛迪团聚。注意安全，拜拜。替你多吃俩串。刚好14公里到景泉。啊，你奔120开，奔110开。我不是等了后面的不老汉。不用，他高速公路这得110、120啊。也不用太猛，咱们囔开。不能低于110，不能低于啊。高速公路为啥不能低于110啊？不行，没有这事儿，没有这事儿。你现在说出来都让人笑到发芽。说话这样。你可得了。你真逗，使劲逼我呢！告诉我啥妈？不能低于110高速，啊，那没那一说。我爸是属于那种特别急的人，就是跟我爸必须得来狠的，要不然他特别倔，就是真不听话。这车上一个车没有，这道上我慢点开不行啊，我稳当点儿。对对对，车上坐仨老人，对我肥开，没有这一说，从来没有。你学过交那啥没？考过试没？车上不要那什么干啥，安全注意力记住。你这家伙可好了，上完以后说2句就完事了，就别说了。那对吗？完事了就完事，这还说呢？搞笑别吱声了你。天天吵架呀！斗嘴。王心凌天天说，这就2个徐梦桃在一起。对，我刚想说你俩好像。哎，你们俩真的吵架的表情一模一样，你请仔细观察。这都120了，117了。天哪，这我就知道，你俩我跟你说妈啊，没有我允许，你俩任何人不准开高速，听没听见？知道。还不吱声了，调整情绪的能力还得提升。太像了，真的。爆发了呀！别人都不说话，你还整事儿。谢谢。掐你个脸，嘚瑟！告诉你啊，这车上3个女的，1个你啊。今天王心凌可没在啊。小心点，按点提示，识时务一点。老徐唱歌唱得好，老徐啊。是，那我爸这唱歌节奏。唱歌唱得真是不错。大妈，老徐还会跳舞。那你可了，会跳舞。老徐会跳什么舞？会跳舞。你看我妈对我爸永远都是欣赏。对，这是真的。这好事儿。我又回来了。妈，你别吓我。哎，你这才是好爸爸呢。提前得提示，做好夫家的使命，知道不？其实我挺羡慕他们的，我很羡慕他爸他妈，就说不管淘淘发多样的脾气，就怎么说，一会儿可能也就没事儿了，但我可能是做不到。呀，也挺快，快了。
今天下午没啥事，咱溜达一圈。啊，对。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小丽她就是来鞍山，她不就是知道咱那个现在这个家吗？对。我寻思带小丽看一眼，看看以前的，就没离开那片儿。对。我是7岁离开鞍山之后，每年能回来1、2次。鞍山就是有一种扎根的感觉吧，我就知道我的家在这儿，我爸妈在这儿。然后最主要的是，这里充满了我们奋斗的身影。哎，这不在这儿？啊，这是咱家的店吗？那个烧烤店。烧烤店卖发廊了。一进来这有个冰柜，然后这个地方有个展示柜吧，就是那个放那个展示柜那个冰箱的那个是吧？对。然后这儿有个炉子。啊，你爸在这儿烤？就在这儿站着。我妈怀我的时候，我爸就卖串呢，一直干到了2018年嘛，30年时间差不多。然后就在这儿，我爸那个炉子是这么横过来。这有个3米长的炉子，这样烤羊肉炉子。他就在这儿烤。那就赶上那个夏天的时候摆摊在这儿呗。辛迪来吃过，来过1次吧？来过2次呢。这条道，就是每一次我送羊肉串必经之路。我是懂事非常早的，我会天天给自己收拾可漂亮了，扎俩小辫儿，给我妈给我爸送肉去，拎个塑料袋儿，然后呢，回来了一会儿说再瘦点儿，我又换个头型，我又去给他送串去了。就从小我就特别心疼他俩，小时候我就感觉我是个能心疼人的人。所以小时候我就一直给他俩送串，即使我特别害怕黑，因为从家里到卖串那个地方，我印象特别深，那个楼宇之间可黑了。我还害怕动物，结果每次晚上送串的时候，我都是像加速跑一样拎着串狂跑，就是从黑暗那段时间跑出去之后，就遇到这种灯火通明了，我才放心。哎妈，他现在有路灯了是不？当时小时候一往前走，我就感觉好像别人那个能追着我似的。你看那个腿疤，小六，你看这个，看着没？这不有一个吗？这也是，这仨卡的，跑的。那个脚，那个这不是，这是比赛弄的。比赛那个。你是什么缘分去搞的这个体育？4岁半吧，就非常机缘巧合，我去扎疫苗，然后正好车上我爸在那唠嗑，他儿子练体操的。他说你女儿也去那儿玩一玩吧，小时候都那样，你也去那儿玩一玩。我爸心想行啊，就这样就给我送去了。小时候好漂亮，体育就是我爸喜欢，他没事就给我压压腿，给我压压腰，我一伸懒腰他就开始给我拔腿，长大个儿。他跟我妈，我没上过幼儿园，没上过学前班，我的三字经、百家姓、小九九学习全是我爸教的。这个口腔诊所，当时在这卖过串儿，然后呢，我跟我爸我妈说，我练滑雪那年讲这事儿前就在这屋。告诉你我家在哪儿？在这个位置，小房不大点儿，就一个铁侧壁是铁皮房，这边全是玻璃。现在都成人家院了。完那时候吧，哈，那小房里吧，哈，没有暖气，后边那是锅炉房，锅炉房那有煤嘛，他爸就拿那小车，就是那个推点煤，反正特别苦。推煤能让你推吗？你也不是，锅炉烧完的那个煤渣里边捡胶子，捡煤糊。完最苦的一阵呢，淘淘跟其他小朋友吧，完就吵架了。他爸一看咱家吧小房就瞧不起我们，就半夜就光缸里敲咱那么高脚踢人家门。妈妈哭那样，我们很难，但是我不认为很苦，我就感觉内心很富足。就他俩，因为我们可能从小到大没有断联过，我什么时候可能现在在群里面发在不在，他们都会在。那时候没暖气，大冬天能咋过？你一说我就能想到那时候心里也这样啊，是那时候晚上都没有暖气。我觉得淘淘他家庭是一个很和睦的一个家庭，有一个非常爱他们的女儿，而且淘妈淘爸跟淘淘一直是在沟通，感觉其实也是我陈金书想要的那种生活。
来了啊！今天老徐肉串时隔10年重返赛场了，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真摆摊啊！哇，看着好好吃哦。哪天把咱爸也叫来呗。我们临时弄个摊儿，哎，就在旁边。哎呀妈，看着就想吃了。烤串这一个带到，他感觉自己是王者，这是他自信的一面。好了吧？好了。哎，哎呀妈呀，我得赶紧尝一块儿。太香了，好吃极了。截止到现在嘛，我没有吃过比我爸烤串还好吃的。哎呀妈，好吃吧？真不是吹的，真好吃。肥瘦相间，特别有嚼劲儿。今天说实话挺难得，我爸也是8年，就是他店儿关了嘛，关了之后也没烤串儿，所以这样一个机会就是想在这里聚一下，表达一下感谢。耶！我这是因为你爱吃肉串，我必须就是尽心尽责的就把肉串烤好，完了给你和国丽还有你妈吃啊。哎，到鞍山来不容易，知道吧？今天吧，我爸还带我去那个车厂啊，就挺感触的。就是那个铁皮房的那个自行车纯正厂，四外边全玻璃铁皮，冬天里边就一个小土炕。他那时候啊，一腿土来，我在那个炕上，我掰着他的腿，右腿，掰到180度，哎，所以从那到现在我就想将来让他练体操，是这么事儿。就那个铁皮房外头全点着日光灯，徐梦桃就站在那小土炕上啊，就得是瞅那日光灯。我那小土房里头就点着黄的灯泡，能知道吧？啊，40瓦的可能。人家住大楼，咱家住小房。这他说的话。唉，说完呢。我出去出了半个小时，他娘俩不知道，那是最难的那时候。唉，因为我从盘锦调回来，没有住的地方，我3年搬了15回家，最短住过1个月。就这样，徐梦桃4岁半，我给你送到鞍山这体校1至2小时。去学体操的，所以我心里挺狠。那家父母要是有这那点孩子，肯定不能把这孩子送到这个竞技体育这些项目当中去，又苦又累，流血流汗的。但是也印证了哪句话呢？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也确实这样。所以桃子从小他就懂事儿。3、4岁，我烤羊肉串回家之后。看我累了，给我捶腰、摁腿、捶腰、捶背。7岁之前没上过幼儿园，阿拉伯数字写，这我教的，他记性也好，但这有一点呢，这个9和6呢，写9、6、9这弯儿，他转不了弯儿。6和9写不明白了。我说这么笨啊，我就这么事啊，就说桃桃从小啊。知道家庭生活困难，他爸他妈不易。我就感觉啊，女儿，我跟你说，通过这个节目吧，我就想说，我这么多年对你是真的很愧疚，因为吧，我就是睡觉的时候，就是那个在被子里睡觉很温暖，我就想到我女儿还在外面冻着，真的，当母亲的吧，那种感觉真的不好受，真的。我和你爸俩卖串的时候吧，一瞅别人家领着孩子来吃串来了，又给夹这塞夹那塞，我就想到我女儿在外面吧，从来没有这待遇，真的，我是不太会表达，但是我真的女儿妈妈跟你说，我对你真的非常和你父亲对你非常亏欠，
真的。那你平时还不对我好点？因为啥呢？女儿就是这些年吧，就是不在家。有时候你跟我说的话吧，我没经历过，你给我讲吧，我真的有时候就是不懂。但是当我看到你小女儿为国争光，拿那个米兰冬奥会冠军，就是那一瞬间就没法用语言来形容。妈妈真的非常幸福，和你爸，就为你骄傲。主要这些年我妈辛苦了，你说是真的，我妈不容易。其实今天我挺感动，真的，我觉得挺不容易的，你知道吗？真的应该懂得珍惜。因为淘淘，我看到你爸妈，看到你们一家3口这么和谐，这么团结，我想到了我跟我儿子。辛迪也幸福，辛迪更不说，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你感觉到是不是有一些疏远，其实不是疏远，只是这么多年我可能跟他沟通要少。实来说，你看，我发自内心的，我想跟辛迪说话，因为他是我儿子，我非常非常的爱他，你知道吗？因为我看着你一直在跟你的父母在沟通，让我自己真的感到有的时候挺对不住辛迪的。我可能把所有的精力放到我的工作上，放到我的父母身上了，放到家里了，对孩子的关心可能比较少一些。但是，我虽然关心少，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惦记。今天到淘淘这块儿来看一下淘淘的这个生活环境，其实我当时有点失落感，因为我抱儿子那一刻，你知道吧，我哭了。因为我今天真的希望我儿子在这儿，对，他也希望他自己能来。把羊串都拿出来。现在其实都可以给王心迪发视频，连线。哎呀，赶紧的！一接就是我的脸。把你的脸搁到这儿，拒绝了，拒绝，哎，什么人这是拒绝了？干啥啊？我来一个，他接了，你看，接了。啊，睡觉。做猪粮呢。做猪粮呢啊。哎呦，这鸭舌瞅着也太香了。怎么样？这王一，你接个电话还得分人，你这玩意儿，你说说。你妈给你打电话没接？让我又难受一次。又难受一次。这家伙，我这电话立马拒接，你媳妇电话立马你就接了，你这玩意儿忒让我难受。你不能那么双标，你不能这样的，批评他。绝对不能这样，你知道吗？妈是真难受。为啥不能啊？2个爱你的女人，一个是你的妈妈，一个是你的爱人。哎，行了，你要是这样，你看这又来一个，你看这又来一个。3只小猪吗？这不是？3只小猪。还行。看到这油串吗？就馋你。我都给他发视频了。 4个牙，行了。 撂了吧，舒服吧，拜拜。哎，你觉得淘淘和娜娜的家庭有点像不？很像，就是父母给他们全部的爱，然后就全力托起，所以孩子在外面是自信的。对啊，你说的有一句话我特别感触。 小时候很多事觉得很难，但从来没觉得苦，所以你现在投射出来的你现在的感受，就算在吵，也是甜蜜的一些这种争吵。所以只要双方特别确认彼此相爱，吵架也没关系，真的。我们家最不怕的就是吵架。可羡慕你们家的家庭氛围了。所以王心迪家到底是啥情况啊，桃子？
辛迪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我说我有点心疼他呢？他小时候我也看他照片，就特别阳光快乐那种。他爸他妈应该就像他说的，12岁的时候离异，他正好是来到沈阳体育学院的时候。刚开始他爸他妈是一起给他打电话，后来他妈就是通知他了，说可能就离婚了，不在一起了。其实不是征求他，是有点通知他。打那之后呢，他爸可能后面又来过2个电话吧，然后就再也没来过电话了。然后我们结婚前就是2022年的时候，那个我婆婆去邀请他爸爸，就是也找到人了，但是也没来，就是人家就没来。我其实没明白的点在于，你看那个，就是辛迪的妈妈对着辛迪的时候，心里有一股怯，就有点害怕，不敢说话。对，就是甚至有点，就要不然他觉得自己亏，就是亏欠，都没怎么去看他。对，然后呢，辛迪对他妈妈一边爱着，但一边有点拒绝和有一点压抑的愤怒，那个东西是啥？为啥？是怨。他其实也没有说太多的怨恨。你说他爱他妈妈吗？他爱。但是他的表达，他仅限于就是他这种他的方式表达了。你说让他撒个娇啊，就像对我们这样，他又拿不出来那劲儿。距离有距离感，就是如果超过了那个，他就不舒服了，对吧？就是有距离，对距离用的非常好，精准。问一下那个子君老师吧，就是父爱缺位的小孩，那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会受到什么样的一些影响？特别是对于男孩子来讲的话，他缺少一个父性的一个榜样，就是作为一个男人应该怎么做。但是他有一个情况，就是他12岁正好离开家了，可能对于他的这个真的是日常生活中这个本来他就没有安全感，所以如果他没有安全感，他会怯懦，他会没有勇气，他早上去挑战的时候，他老是总是想我能不能，我行不行，我敢不敢。所以，对于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他一定在这个过程中，有他内心特别澎湃起伏、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这个心里的不满、猜测，甚至是爸妈为什么分开，怎么了？这是。哎，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桃子我理解了，辛迪根本离不开你，完全离不开你。就是他缺少父爱，然后又一个人特别早的独立，对吧？他就会那个逼着自己变成一个大人，就是能力不足，但我的心态上先撑着变成一个大人。他在你面前才能变成一个其实有能力，但我可以随便撒娇的人。我天，简直了！他根本不可能离开你，绝无。那你手拿把掐的，所以我想，没准透过这个节目。加上你的力量，因为你的力量是很有爱、很有安全感，家里面的这个家庭氛围给你很饱满的这个内心的力量，让他把这件事情，给他，在他的人生中，成熟的去把它做一个处理。你老师说特别对，我觉得辛迪跟他妈妈和爸爸真的是2堵墙。我现在觉得他妈妈其实也挺有个性的，王辛迪也有个性。能拆这2堵墙的，真的就是你。所以我的自信是从这儿来的呀。好，我们来看看热聊话题。好，第一是教育父母像教育孩子一样，然后呢，父母孩子一样倔强，怎么办？还有不能给孩子提供好的生活条件，应该愧疚吗？我们请这边观察团的朋友们来投出你们想聊的话题哈。淘淘，你想聊哪个话题？这个还都挺那啥，挺敏锐呀，挺犀利呀，这仨。教育父母像教育孩子一样，会不会太敏感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孩子被长大了，其实有时候对父母就是像换了个角色。对，我女儿10岁，我就觉得我看淘淘的话，我就特别有代入感，因为我女儿数落我，就是跟淘淘数落她爸妈一样。真的？真的。我说一句，他能怼10句，真的是。那你那个对他呢，还像在公司一样吗？不敢啊。他怼你啥呢？各种怼，怼天怼地，怼空气。我们来看看那个我们的观察团哈，来投给最想聊的话题。哎，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聊最后一个话题呢？爸爸妈妈他们本身是会愧疚的。
我这辈子说过最伤他的一句话，可能就是在我8岁还10岁的时候，我许了个愿望，我的生日愿望是不要再穿妈妈做的衣服了，因为我妈妈她没钱买衣服，她只能拿着破衣服一针线就重新给你拼衣服，所以我妈其实当时她就很难受。在我们家这是完全没有的，我妈那么说的，没有那种。是吗？但是因为你爸爸有过愧疚，因为你爸爸说过，你说什么我们别人住高楼，我们住小房，你爸爸就出去哭了半个小时。对，所以他体现出你父母是有愧疚的呀。但是客观来说，不要愧疚，有什么愧疚？我就这个条件。那是您做父母给了很好的条件呀。但是就是如果在不能给出很好的条件的父母来说，是有愧疚的呀。对父母来说，多好的条件，杜华肯定好条件嘛，还觉得我也很愧疚，还我没有时间，因为陪伴没有。要不说父母伟大，就是永远觉得欠孩子的不够。我没有那么愧疚，也就嘴巴说说，没有那么愧疚。看了淘淘的例子，就是不能给孩子提供好的生活条件，应该愧疚吗？哈，就更加不用愧疚了，因为父母觉得没有给他好的生活条件，但是孩子要的不是好的生活条件，是要爸爸妈妈的爱、温暖。对，不用他们，我能给他们更好的生活。你一直这样坚持下去，你给很多年轻的孩子都是一个榜样，家庭怎么经营，你都做得很好。继续加油。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小鹿的了。你现在开始备孕了，会有什么担心吗？担心什么啊？担心我首先担心这么努力，还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啊。也担心，比如说你大张旗鼓的要准备要小孩，然后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还是会，我还是有那种做项目没做成的那种失落和害怕吧，但我还是觉得有必要。也要吃掉那么多药，因为本身我也是想要有一个小孩，补充一切。另一方面，我就觉得在节目里面录制记录备孕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就很有这种喜剧精神。我觉得这个事情没什么好藏的。要有一个新的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有一个人在承受这些痛苦。啊，就我们这个年龄层的女性，你就是要做出很多的努力。甚至要经常跑医院，你才能实现这个事情。就比如说，我的身体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没有什么太多感到羞耻的，就是我要去解决它。阳光真好，而我却要去看医生。陈医生，我又来了。来，你再不来我就退休了。就是这个，就这个医生啊。这是。我老公，你老公？对对对。哦，那你一会儿我帮你把脉看看。好好，好吧，好呀。我先看看你，上次是什么时候来了？3月4号，4月19号。你这来治疗的比你来例假时间都少。哎，你的那个脉象比之前好一些，是不是啊？你是不是我感觉我最近还长胖了一点。上次例假的痛经有吗？那每次都痛。好，用我们中医的这个逻辑来说。备孕前提是先把痛经治好。我说这个，没事，我都能听懂。啊，可以，那你比我说的还标准的。就是痛经它本身就告诉你盆腔里边是有问题，先让痛经几乎不痛了，这样才会为后边去做准备，你知道吗？我之前不是有那个输卵管的积液吗？对。哎，昨天检查出来没有了。好事啊。对。我也不知道是做对了什么，因为我平时也会多运动，也不多运动，也做过一些运动吧，只能说是。做什么运动呢？普拉提。备孕期间一定不可以做普拉提。啊？对的。为什么？盆腔环境2方面决定，一个是结构，第2部分就是内分泌代谢。针灸的目的就是把盆腔的里边的结构给它理顺。我说这个语速可以的啊？可以。你知道啥是盆腔不？盆腔不就是那个ovaries？ 这玩意儿，这叫盆腔。咱现在的目的就是要把这里边的结构理顺。普拉提是核心力量训练。你结构没理顺，你去练普拉提，就相当于让你错的更稳定。啊，你听懂这个逻辑了吗？
啊，晴天霹雳，完全没想到。我觉得只要是运动，应该对备孕都有好处的。我都是练得没那么勤快，这2天那很好，你的偷懒解救了你。实际上你应该是这时候只可以练拉伸。第二个就是说慢跑，快走也可以是吧？快走是最差的运动啊，快走会放大你的缺点。我就一直快走，你又不备孕，干得漂亮。它会让你痉挛的肌肉更痉挛。然后再说下一个问题，能听懂吗？能听懂。然后不可以喝冰的，这个很重要。好，不要艾灸，不要汗蒸，因为你脾虚。行，我明白了。然后其实你这个比上次还是有进步的。你还有什么疑问？我的都 OK 了，差不多。来，我看看你的状态，你坐。舌头我看看，你就是内热，你舌头前面全都是大红点。其实你就回去蒲公英煮水喝。啊，是吗？内热的，你吃点蒲公英，吃点败火的，反而对你是壮阳的。听懂这个逻辑了吗？OK， 好吧，共同努力，好吧？因为备孕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对吧？小鹿和汤包的备孕日记。第2天，我们今天去看了中医，看了中医之后又有了很多新的收获。我决定要开始慢跑。你得让你的心跳达到某一个程度才行。第2，我要在11点前睡觉。好的呗，那我们睡觉吧，时间已经很紧张。第3，坚持做瑜伽。第4，坚持喝中药。然后多学做饭。天哪，我觉得我们俩要做出一顿很好吃的饭了，我现在有点兴奋。你开始学会乐观。我们认真在一起做这个事情，我觉得真正备孕的样子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其实，这个机会就是非常的棒，对。都已经外了1个月，你们离开的。可以过来吃饭了。吃饭喽！我估计这个是最好吃，看起来最好吃。哎呀，这个就是炒老了一点。你说这个鸡肉？我应该马上让它出锅。我眼睛好干，我点个眼药水。我眼药水丢了，太干了。我点个1对1急送。我之前外国朋友吃完一些那种湖南菜之后，肚子很疼，我就跟他说啊，你肚子疼就是有一个胃很好的一种药，所以我给他点了。然后真的是不到，可能就差不多15分钟，就到了。然后那个小哥都进那个咖啡店送上我们桌 ，CB 就好吃惊，就觉得怎么可能这么方便？我觉得这个是生活在中国非常大的优势，生活质量优势，就是那种快速能解决问题。对。应该是我的。药到了，药，你的美团买药。谢谢，1对1急送就是快，谢谢。到了已经。对，好好啊，好快呀！美团买药，这个1对1急送特别快，很方便的啊。有点紧张。Relax。你知道那种你肚子里的那种，突然就会开始有一点，那种感觉。体检都是很害怕的。手这么凉，紧张。全中国都会知道。哈哈哈。下午4点左右过来。好。OK。这里。Hello。感觉还可以。我觉得是，对，都在瓶子里。Oh no！ 我觉得挺开心的，比较第一次，可能有一个更好的结果。你要喝口水吗？应该很紧张吧？但这个水我也不知道是谁的。啊？我的。啊。
天哪，你怎么会这样？逗你玩嘛，让你放松一下。逗我玩。但是你之前那么自信，有想到是现在的这个结果吗？哎，我也没想到会有这种结果，这个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样子。谢谢，辛苦。哈瑞，你们快到了，告诉我哈，比如说提前5分钟，这样我下楼接你们。看一下抱，所以这次这个取经的那个量是完整的，是吗？是完整的，也没有洒出来，是吗？对。好的，我了解了。但是这个精液的质量稍微会弱一点。然后呢，这个叫 P2呢，它是指所有精液里面活力最好的精子，正常的是32%，但你现在是23.6%，差不多是中度水平的一个，就是说少精子和弱精子。吓的。是，但不是说你不能够就是跟太太一起不能够怀孕，相对来讲就是怀孕的概率会降低。OK， 但是都会有办法，是不是？对，那是肯定有回本，你不要紧张。所以我个人的建议是吃一些改善精子活力的药物。第二呢，其实精液本身的质量它会波动，3周以后再复查一个。OK。如果3周以后还和这个差不多，一个就是你共要用3个月左右，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一直是维持这个水平的话，那我们就可能要跟你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比如说做人工受精的准备。确实，这个有点吓人嘛，感觉。虽然这不是我完全能控制的事情，但是还是我负责的事情。而且我知道他也很努力，我们都很想要这个事情嘛，所以就觉得。对，反正我就觉得就是我自己负责的事儿，Hello, good to see you. Good. Hello. Hi, you Tom. Good to see you. Good to see you too. 哎，我帮你拿东西吧。没事，我自己来。好。小鹿，嘿，太完美了。这个礼物怎么样？他在家喝奶，一会儿喝一会儿不喝的。乖乖，哎呦乖。哈瑞去那个加拿大演专场，前后快2周哎。对，我这次就是舍不得走。在国内每次有演出的时候，我当天演当天回来，几乎是这样。然后这是第一次10天。对，14快14天。对，差不多。你是继续自己带吗？不可能吧？我妈来了。妈妈会过来帮忙是吧？真没时间。我能感受到他肯定不开心的。他如果很开心，他很明显，回来就会很开心，然后想把话题插到这个事情上来。但是我看到他进来，话也不多的在旁边，低落的坐着，我就知道，应该不是很好。你今天回来心情是失落的吗？是，但是我回来的时候直接就是朋友在，所以我也是尽量内心就是处理一下这个事儿，然后进入交代客人的状态嘛。对，所以得有点藏起来一点。好饿，因为我没吃中午饭。啊，你没吃午饭，直接去医院，从医院回来的。对。我俩不是现在准备自己做饭吃吗？今天中午发现是没时间，我们又不想，又觉得不能吃外卖，于是我们就决定不吃饭。没事。就也别这么夸张啊！我觉得你还正常生活，你老天天小心也是一种压力。我们这都天天吃外卖，我怀的时候还吃。对，能小心的时候小心一些，但别饿肚子嘛，怕你饿肚子。哎，谢谢你快吃吧，这么你干啥？对，我来，多拿一点。你吃太少了，你这备孕你得多吃点蛋白质。确实这是一个矛盾。你说，想想你还说你是减肥，但你也不能减肥太多，因为会影响，但你会影响。啊。我觉得还是
就是一个压力的问题。你减肥也是一种压力嘛，给身上、身体上是放松，这样其实是最好。是，这个好像感觉特别悖论哈，就是说，你说你刻意放松，还能否放松下来？是，这很难。来了。有点委屈的，来。哎呦。好乖，天哪！来了天，乖乖。睡醒了，心情好。小宝。哎，我其实最近有个感觉，我觉得我们周围，就是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注意到还是什么，我感觉很多我们的共同的朋友都开始成为家长。是不是就是年纪都到了？是有一种中年感。他爸妈特别有意思，他爸妈就说，如果我们，因为他们也知道墨尔本很闹嘛，他们就说，哎，我们可以帮你们养墨尔本。他爸他妈不是帮你看孩子这啊，对，他们就完全没提。我爸妈不会有这个。对他觉得这是你的自己的事儿。你的自己事儿。他妈说的是，如果你们需要我们来，我们就会来。这个东西在他心里，他觉得这是我责任来看孩子。我说不是，我们需要，我们永远不需要，我们可以自己看孩子的。哎，一样，我爸妈也一样吗？就我爸妈，就是我前2天跟他们讲，我说5·1期间，你们能不能来一趟上海？这样，我妈的原话一模一样，你们需要我们就来。哎呀，需要也没啥，是，其实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父母这代人，他好像特别的想要，就是说我做这个事情，它的价值是什么？对他不会说情感。比如说我北漂10年啊，我爸妈也从来没有说，哎，我想你了，我来看看你，没有过。我也没有那种说，哎，我想你们了，我中间在非节假日回去过，没有。就得有个事儿。哎，就得有个事儿，必须是有一个，看起来就非常，就是事儿，正事儿，想你什么这些，儿女情长感觉。对我不知道也是，是吧？会。你会跟你爸妈撒娇吗？不会，完全不会。我也不会。咋说？我也很复杂，就是就是爸爸妈妈和孩子，那是长辈啊，长辈。对。你有提到10年时间，父母都没有去过北京看你。哎呀，这个事情啊，没什么好哭的啊，但是我可能是因为别的事情。稍等一下啊，我这个妆不能花掉。我觉得我爸妈，我北漂的时候他们没去看我什么的，也很正常。哎，我可能是因为我还挺希望跟父母的关系更亲密一点，但是就感觉很难，好像，就比如说我跟我爸妈聊起我小时候的事情，他们经常记得的都是我哥哥的事情。我觉得他们也不是因为我哥是一个男生更在意我哥，而是因为我哥更调皮，所以在意我哥。所以他们的记忆里好像都是那个一直，存在感很强的那个小孩，然后我就比较像那个透明的小孩，所以我希望自己能用爱去浇灌小孩，因为我很向往这种很紧密、很亲密的联系。我要花很多时间在他身上，想要让小孩可能长大之后也没有那么多的这种情感上的匮乏。为人父母的，你一定是要做好准备去投入这份爱的。我觉得我现在是，愿意去投入的。这个是不是好了？38，该喝了是吧？38不闪了，就说明好了。还是闪了。哎，你要把你那个报告发给我看看吗？好，我们现在我们发给 AI 问一问。啊，我就怕 AI 就。这是今天对，反正你可以看看。哎，我烧点开水帮你放一下吧。开水这边用那个铁的烧来，我怕那个太慢了，它等不了了。往里放一下就好了。
对，你看一下。我拍一个照问问 AI， 我也不懂啊。反正他跟我说的就是低于他们会想要的样子。帮我看看这个精子检查报告。还是可以怀上，但是要做这些准备，让这个精子的质量更好一些。然后他说，如果你是要用那个技术，或者就是比如说做 IVF 那种，是试管吗？对，试管是可以的。那就还那不挺好的吗？啊，我不知道，挺好的是不是？感觉就比开始想的还很多嘛。嗯。他怎么说？少泡桑拿。啊，那肯定的。我今天也想说这句话，我想他肯定应该不泡桑拿。很喜欢桑拿。不。我上周去泡澡，泡了很久。那个，这是第一个东西是少做的事。是吗？对。哦，那个影响挺大的。那这整体来说是还挺轻的，小没有什么。就是轻度的不达标。对，没事，这都好说，那就好做。我严重怀疑，我这一周去泡那个桑拿，泡那个温泉，我看了一个电影在那个温泉。你什么时候就进行了这样的娱乐？我不知道啊。泡了2个多小时，对。我俩有种好奇怪的感觉，像2个小学生，犯了无数错。他们之前我巡演的时候，有些时候在排卵期，他刚好是周末嘛，我就会让他过来一下。天哪，他每次都泡澡。先泡澡，先杀灭。我现在会想，对，确实。好，不愧是你。男生对于这种问题会比女生更敏感，是不是在东西方都这样？都这样。对，男的一发现自己的精子但凡有点问题，就觉得特别崩溃。因为你突然你就觉得你不是男的了，所以好多男的不喜欢聊这些事情。完全不会聊，不会聊的事。你可能稍微就说一下啊，那个怎么样啊，还行啊，那挺好。对，就是。但我觉得聊聊这个话题挺好。你不聊，你就是去泡温泉。OK， 学到了，学会了。哎呀，天哪，泡澡什么的挺好的，对，但是现在认真做这个备孕，确实得多思考这种事情。就那个 Uncle Tom， 那个 Uncle Tom， 我也能抱是吧？你也能吧？来，抱看看，小孩都喜欢你。哎呀，有点那个感觉了嘛。可以。我觉得Tom肯定会带小孩带的。应该会。带墨尔本带挺好，都肯定的。他带墨尔本带的很好。哎呦，好奇。天哪！可爱哦，心化了。这么小一个人，这么小一个脸。OK 吗？我好感动。感谢你们的晚餐。谢谢你们来。这个我们找一个比较厚的垃圾袋来装吧。哎呀，没事的。肯定会好的呀。没吓到你太多吧？没有。没有。哎呀，有点想说不好意思，但是我知道就是。哎呦，不要说这种话嘛！你看我的身体有问题的时候，你也是跟我一起想着说我们怎么一起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有一点小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就是一起想办法嘛。哎呀，不要不好意思哟。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一起遇到了问题嘛，我们就是一起想办法，对不对？然后你看 ，good news 是我的身体变好一点。对，是。然后它的难度就没有原来那么大了呀，所以其实还是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这次检查，我觉得他是在一个很好的时间给我们俩一个提醒嘛。就是我们就是一起调整。知道你现在肯定压力很大哟。是，这就是有孩子的一部分，我感觉这个过程。对，也是对我们俩的考验嘛。是。宝贝。对，我们就是让自己更健康的去生活。不用不好意思啊，这是我们俩一起要面对的事情。是，我们肯定是会成功的，对吧？当时你听到“抱歉”这2个字是什么感受？我会觉得，你怎么会觉得抱歉呢？就是你不需要为这个事情抱歉，因为我觉得备孕是2个人的事情，我们要实现的目标在这儿，但是中间有1、2、3、4这些困难，我们怎么一个一个的把这些困难消除掉，然后到达那个目的地。就是很心疼吧。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定不要因为自己生病了就觉得很 shame 什么的。因为我觉得身体有一些这种问题或者困难，本身已经很辛苦了，就不要 blame 自己，就是没什么好羞耻的。就像我不是经常会说自己身体的一些问题什么的，就是因为我不觉得这个事情特别羞耻，我也不要你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影响了你的什么，不要被那些刻板印象影响。我们就是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对，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成功，就是一个小挑战吗？对，在生活上有一些调整。是。哎呀，哇！就是又让我们看到了爱是什么呀，哈。对呀，快摸一摸身边的冉莹莹，蹭蹭她的多娃的福气。你们俩交换一下气，你从那边弄点好运的气，然后你还回去一些好沟通的气。原来这次大家就是看着好穿越，因为陈医生就在现场。然后原来备孕有那么多错误的知识，包括他之前去普拉提都不太对。普拉提是好事儿，但是呢，它需要在里边结构是正确的情况下再去练。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其实大家需要的是慢下来，而不是让大家更快下来。其实这个节目很好，好在跟很多备孕的人有一个警示，就是，这个就跟高考一样，一次考不好没关系，他最后拿结果是个必然的事儿，因为2个人的态度，2个人共同的认知，对这件事情的观点，都决定了这拿结果只是个必然的事儿。所以那个就是汤包遇到的问题，现在是不是在男生挺普遍的，即便年轻？因为我周边听到好多这样的故事。也很普遍。其实他先生其实问题不大，像他这种情况只是差一点，波动性不是差很多，就是泡澡的过呗，是吧？那问一下子君老师啊，从心理层面的角度上来觉得，为什么，刚才说到了，无论是东西方的男生，都会觉得，如果谈到这个，都会觉得心里面有一点点难堪。这是一个作为性别的一种表征，就是比如说我，精子没有问题，我就是个男人。你看他会把这2个结合起来，对，但实际上这里面他们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他们2个人感情那么好，你看他们俩的特别让人有这种具身反应的是他俩的拥抱，就那种全然的拥抱，对吧？就给人感觉，哎呀，这个感情真好，而且也不是生理上也没有特别大的问题。按教练员计划进行。那个今天子君老师还给我科普了一下，说他们的研究表明，说的确要多喝热水，喝热水增加血清素，血清素也是让人放松的，会让人有幸福感。所以你看，我们男生经常说喝杯热水吧，不是白说的，也算是有用的啊。
好了，问一下那个小鹿哈，北漂10年里面，你哪个时刻或者哪个事情最想让父母飞过来陪在你身边？有没有这个 moment？ 好像没有。可是那你为什么就这样一直吧嗒吧嗒落泪呢？这个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会觉得，比如说我去北京，我觉得首先可能我自己屏蔽了这方面的情感需求，因为我会觉得这是我示弱的表现。因为我父母原本对我的想象就是他们希望我回我们老家考一个有编制的工作，但是我做的事情其实完全违背了他们对我的预期，所以我就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过得不好，或者是说我需要任何情感上的支持。因为你会觉得，如果告诉他们，你好像就是说，我这个选择是错的。因为我之前跟我爸妈也有过那种，就我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哪怕只说我只是去北京做律师，这对他们来说都已经非常挑战了。所以这个我都跟我爸大吵过一次，就是真的那种拍桌子的。你会意识到，好像真的得靠这种方式才能让他闭嘴，以后不要再说我，就是不要因为我的选择违背了你的想法就指责我。所以我就其他时候就都没有而且我也有那种很奇怪的那种想法，就是好像我不可能在任何非节假日回去，就是我会觉得好像那个家没有需要我回去。所以你这些年来这么努力，然后非得想做成什么样，这种存在感是不是跟你小时候一直被看作是小透明，或者说这样的一直被父母这样的对待很有关系？他们对待我也没有说不好哈，肯定没有不好。我只是我以前没有想到过，为什么我好像总想搞点什么，证明点什么？对，就证明我做成一个事情来证明自己，而不是要叛逆。因为我好像一直都有那种，包括我做脱口秀也是，我从14年开始做，19年我父母才发现的。你真正觉得你成功了，做成事儿了，是哪次？奇葩说的时候吧。奇葩说对，2021年。他们什么反应？就我爸还是跟我讲，律师的主业不能丢，他认为不是一个他理解的正常工作。但是至少，老一辈一定会觉得哇，我可以在电视里面看到你了，或者怎么样的。应该有吧。但是奇葩说那时候也不是谁都看嘛，对吧？也不认识我。然后我爸非要跟别人讲我是一个名人，就在别人面前，因为你其实他们没搞清楚一个道理，就是你永远无法说服另一个人说这个人很红。因为他不认识就是不认识，然后我爸现场掏出手机打开了我的视频，这样给人看，我就这么坐着呢，我真的觉得好尴尬，他那骄傲让我非常尴尬，一点也不脚趾抠地。对父母来说，他当年多么忽视你，他看到他那种欢乐，他以他的方式觉得他女儿为他争了一把脸了，我觉得。对，但我自己的体验是很尴尬的，对。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在场妈妈挺多的，我非常理解就是刚刚小卢她提到的这种感受，因为我也是在北京上学这么多年，我读大学我走那天我妈都没送我去，然后我大学4年我妈没来看过我直到我就是自己可以挣一点点钱的时候给妈妈买个机票，我那时候还跟人合租，我妈来看我，但我都不愿意，就是她辛苦她累，就我特别能体会就是小卢这种感受。然后也很想在妈妈面前表现自己，就是其实挺强大的。但是我反过来从妈妈的角度，因为我妈妈也是一样的，就是我小时候特别想做主持人，我妈妈就说咱们家这条件，因为我也单亲嘛，做什么主持人，你就学个比如说法律、经济，就是稳定的，以后到银行去上班，对吧？那这个咱们就好好的，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所以我当时是悄悄的开始就是去学习啊，也是跟她很像。所以我也是后来慢慢才让妈妈知道的。我觉得我特别能够体会，就是她妈妈的这种心理、这种想法。我可能再早2年我都说不出我接下来要说的话。就今年我儿子20了，我突然会有一种心态，就是未来我可能帮不上他什么了。你知道，做父母的心，就要一边想着说我得支持他去走他的路。一方面老想着说，如果哪天我帮不上什么了，有什么路是比较安稳的，不会让他受挫折的路呢？
所以他未必是否定你。当他跟你说不要放弃你的律师职业哦，就是他可能不是否定你，他可能只是我的第二个想法冒出来了，他可能只是希望未来有某样东西能保护你而已。因为他的父母在那个年龄和那个地区，确实会认为律师比什么脱口秀好。其实他们，比如说希望我做律师那些，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父母那代他有他的思维方式了。我觉得我每次在这个点上特别情绪不能控制，可能还是因为小时候的一些那东西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多胎家庭的妈妈啊，总是会被人问说你有没有偏心啊或者什么。我有时候觉得吧，这个问题就像是问一个小孩，你更喜欢你爸还是更喜欢你妈一样的，让人觉得为难。你爱爸爸也爱妈妈。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一点能不能安慰到你，但是我并没有否认你的痛苦是客观的，但是可能作为父母的角度，他们也并不是故意去造成一种忽视和伤害。我理解，这也就是我痛苦的原因，就是我还有一层，就是我在感受到自己小时候被忽视的同时，我又很深深的同情我的父母。我觉得可能你说服父母之前，你先得解决我到底要什么。我觉得那可能是最关键的一点。我觉得你如果特别明确的知道我到底要什么，我觉得才具备去跟父母做下一步沟通的可能性。否则就生吵架嘛，对吧？我想问一下小洛哈，如果比如说你童年缺失了一些被关注、被看见，那现在如果将来你要做妈妈了，你会不会就是把这是你的缺憾的东西弥补到下一代身上？一定会的，会吧？因为我感觉我内心好像是会觉得，我现在是准备好去爱人了，我才会想要会有小孩，因为我会觉得我还是捋顺了我和自己的关系，以及我和汤包我们的亲密关系之后，我会觉得我们俩可以一起，我们可以爱对方，我们也一起可以去爱一个新的生命。汤包给了你很多治愈吗？有，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感觉我的这种比较脆弱的情感，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他在拖着我，一直在养你。对。好的婚姻太滋养了，就是能再活一遍，然后那个生个孩子又把自己重养一遍，那这特别好。是，我觉得开放一个那个讨论的空间，大家也可以支招，好不好？好，我们来看过小鹿的这个 VCR 之后，我们有什么可以热聊的话题呢？我想选择聊备孕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很焦虑的事儿嘛。确实，我感觉，比如说意外怀孕就也让人焦虑哈，但是备孕本身感觉可能跟我们从小习惯的备考啊什么的，它有一个巨大的备字在这儿，就让人压力倍增，对吧？哎，莹莹姐当年就不焦虑哈？我意外怀孕。对，所以没有这种焦虑，没有。但是我怀孕的时候，我还在工作。我有过一个焦虑，就是如果我去生孩子怎么办？跟他开始有点像，对。但是我觉得，就像各位老师说的，顺其自然啊，放轻松。当然，就我妈妈跟我说，她说，生小孩这个缘分，这次来了，你就要拥抱它，追求你的事业，这一生都可以去做。不同阶段，女生不同的精彩，但是生孩子这个事儿，就在该适合的时候去做这个事情，差不多时间去做。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是，我跟小鹿的选择一样哎，对。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下一段，我们的杜妈，杜老板，杜老板来了，上场了。你有想过接班人这个问题吗？有啊。是公司的员工。我觉得只要有才华的，就是说任何一个艺人，如果他有那种才华和能力的话，我都觉得我愿意去培养他的。对。但是网上传的都是你儿子。对，我儿子从小到大就是特别想接月华的班。月华这4年来辛苦各位的付出，各位的努力，我们都有目共睹。谢谢各位的参加。包括以前我们做个月华少年嘛，他就老跟别人讲的，说你对我好一点啊，否则的话我以后我接管月华以后，但如果你对我好一点，我就安排你做财务。还知道财务，对，会做财务。但是他最想去的是时代峰峻，是。对，他最崇拜的
老觉得就别人李飞做的贼好，然后我就建议他，我说你要不再你觉得你妈不行的话，你要不就去李飞那儿。就是他自己啊，就觉得以前都觉得我妈就是一个傻白甜，她的成功是在于她的运气。然后最近一段时间的话，我不就让他跟了我一天嘛，然后他就说哦，原来你的工作还是有点难度的，有点难的。好狂妄的少年。你们现在有医生吗？今天要带药吗？还是说？我想今天就带药走，下午有会吗？好的。好。然后还有是，就在现在出来的一些报告，稍微给您讲两句。有严重的吗？一个是维生素 D， 我有。哎，您得补上啊。然后胆固醇稍微高一点。可能饮食啊，生活方式再注意注意，好不好？好，可以，没问题。好的，从 AI 出来以后，就这1-2年，信息量太大了，我觉得每天都疲于奔波吧啊，自己也不敢停下来。你现在是有点广泛性焦虑症的，入睡比较困难，得吃药，吃那个斯洛斯。好，不吃药呢？睡不着，就一直睡不着。对。那您回溯睡眠问题怎么出现呢？我也不知道。对，那时候的话应该是工作的原因，是工作的原因造成的，就因为有就是反正就是想做一个项目嘛，那个项目没做成，就那2-3个月的话就比较焦虑，就每天晚上想，就那段时间的话就造成了。一天要工作多长时间？10几个小时吧，10几20年来都是每天10几个小时，也就这样。不抱怨？不抱怨。所以你是为自己给打的？我是公司的 CEO 啊。所以你不抱怨。我当员工的时候也不抱怨，我当员工的时候也10几个小时。就以前的话，我是在一个互联网公司，我生孩子就是在发动的时候，我们老板就跟我打电话说，哎，这个 Kiki 啊，有个事情要处理一下。我说你稍等一下。他说你怎么啦？我说我没事，我在产床上，我马上要生孩子。对，好冷静啊！对，这是奇迹。你不是星期1还得走？对。这是谁的活动？一个美妆品牌。我觉得咱得收着点了，别接那么多了，太累了。我觉得我是一个还蛮爱工作的人，还是想做一点与众不同的事情吧，就有点成就的事情吧。你是怎么开始自己创业的呢？就是生完孩子第28天我就去上班了。上班了，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哎，你知道你们公司被卖了吗？”我说：“啊，被卖了！我刚回来上班，我们老板都没通知我，他怎么就卖了呢？”当时在那一刹那的话，我就很难受。我记得我当时是哭了，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没有被通知，你知道吗？老板卖公司这么大事情，怎么没有通知我呢？但现在自己当老板就会发现，你是一个普通员工，别人凭什么通知你啊？一下就共情了。大概哭了1个小时，后面的话我就翻通讯录，哎，就发现一个竞争对手的那个老板的那个联系方式。我说杨总，我说我是谁谁谁，我说你有时间吗？我想跟你聊一聊。他说你想干嘛？我说我想创业。他说那你需要什么？我说我需要钱。他说那你需要多少钱？我说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啊，我估计我当时的话也没想要200万，然后他就说行，那就给你吧。然后第2天我就开始找房子创业了。你当时200万投资，第1年就挣到钱没有？没有啊，花光了。那后面怎么办呢？后面的话，那反正就是后来就去钱花光了，就去借钱了，到处去借了。然后问了好多人借，就包括反正这当时市场上很有名的人，我都至少见了不下10个吧，但每个人都拒绝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就越来越没自信，越来越没自信，每个人都拒绝我。09年、10年的时候吧。那后来的话，我就问我那个投资人借了300万嘛，然后他反正当时的话就说，我跟你讲啊，
我现在有且只有借这一次钱给你，如果你再问我借钱的话，我就把你推到水里面让你去死。那句话对我的触动挺大的，因为那时候的话自己都不知道老板是什么，也不知道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什么时候开始挣钱的？我是因为签了韩庚以后开始赚钱的，最好的时候18年吧。那一年的话是我们生命鹊起的那一年嘛，那所有的选秀节目里面都觉得岳华是大魔王啊。练习生的这个培养体系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的吗？10年的时候，我们现在韩国的那个总经理，他要在中国，就选人选人，然后做练习生的模式。他有一天的话，反正他就过来找我嘛，就给了个 PPT 给我看，说杜总，你是韩国的李秀满。我说李秀满是谁？然后就聊了10几20分钟。我说那你需要我干嘛？我需要钱。我说你需要多少钱？他说你有多少钱？我说我有60万，因为账上确实还有60万。我需要20万，我就把20万给他，我他就把我忽悠成了中国的李秀满。哇哦！Hello， 杜啊。来，你坐那边吧，好。来，行。离得好远没事，聊聊啊。我看到你给我发的微信了啊，对。对，其实我也是想了很久，包括这1年多的时间，然后我也考虑了很久，其实因为我平时也不是很主动去跟您说一些事情，但是这次我会想得更想要回归更普通人，然后想要实际一点的生活，让我感到充实一点的生活。其实这1年多，我除了是跟你上次去那个成都那次活动之后，就没有任何的团体活动也好，也没有个人活动也好，其实我也是很焦虑、很着急的。那其实实际上从我的初衷来讲的话，我肯定是希望把这个团给做好，对吧？那你就是说最后的话，你这个1年休息也是因为在比赛当中你没有进前9。但是，基于团体活动来说，你不要说基于团体或者干嘛的，就是说所有的面试的话都是一起的。那为什么别的小朋友就选上了，你没有选上？就是你没有那么想要。我可能没有那种攻击力，也没有那种竞争性特别强的意识，然后天上没有掉下来馅饼，等机会是等不到的。有很多的艺人可能40岁才红，在这个行业的话也比比皆是。但是我觉得成功的人身上都有一种特质，他是不断的给自己去增值的，去学习，去让自己更有在市场上更有竞争的能力和议价的能力，不是说天天在房间里面去想的等的，真的，因为我很多次都跟你们聊过、开会过嘛，对吧？说一个聪明的人吧，就很多成功的那个是一点拨，他就会的。但你的话，我每次跟你聊完，然后你就回去想，想完了又不做。那我也平时我也问你，我说你没事的时候你在家干嘛？你在家干嘛？各种大模型2.0版本出来，我是在群里面群发的，挨着你们每个人，让你们去做。对，但是这跟我的初衷的想法不太一样。我是想男团嘛，做男团的一种想法，就像跟我们同时练习的 Tempest 来说，他们在海外也发了很多歌，也有很多张迷你专辑，但是，对于 Boyhood 的这个来说，就是只发到了2张专辑，已经很难。问题是，你知道2张专辑我已经在你们身上投入多少资金吗？已经投入几千万了。哇！公司还是亏几千万的。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道理？就公司在不断投入的时候，是希望有回报的。就 Tempest 的话，我是觉得他们努力的。就是说，一个人成功的话，你首先你得打动旁边的人，但至少在你的身上的话，我是看不到你能感染到我。比如说直播，我甚至觉得就是说你在直播的时候，你都搞不清楚自己哪个镜头好看，
应该怎么让自己更有魅力。我觉得你荒废了自己很多的时间，就算我再给你发10张专辑，你还是红不了。所以就不适合。我觉得在这个行业啊，有时候得决绝一点。有时候这个行业的话，确实是靠挺老天赏饭吃的。就如果条件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的话，确实就别进这个行业。进这个行业的话，你永远是在被别人选择嘛。他自己也难受。就对他们来说，比较好的路径是什么样的？我觉得最好的路径啊，就是出来以后红了，就有工作填满。那总得有一个方式嘛。方式的话，那就传统的方式就发唱片了，是吧？啊。这个好像就不太行了。国内确实是缺这样的一些平台，让他们有曝光的机会。我自己之前的话，不是也投资做了宇宙打歌中心和朝阳打歌中心吗？节目的话，我将近投了6、7、8千万吧。我做了2季，做得很累了啊，没做起来。那我觉得，就像艺人这条路的，他可能比万人过独木桥还难。所有人的话都是看塔尖上那些人的光鲜，其实下面的话有很多的在底层的。那我觉得你的话就属于在底层，就是说也没有找到方向的那种。你哪年呢？还98年的。98年，28岁了。哦，也不小。是的，然后这也是我对于我这个年龄特别焦虑，特别对于父母来说更自责的一个阶段吧。几岁你爸父母？68了，可以。你家就一个孩子？对，就我一个人。所以，与其在这耗着的话，那我建议你就离开这个行业，去找一份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自己能够得着的工作。我建议你先就业再择业，因为毕竟还要生活嘛。开销又大，北京我觉得开销还是蛮大的啊。是，对。好吧，来，好吧，希望你越来越好。那我从来没有，可能真的自己不是很适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很多工作反馈啊，或者是我自己的能力啊，就是让我觉得达不到，然后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就是陷下去了，我觉得还是要给父母啊，给自己一个交代。你都先别给父母交代，你先给自己交代吧。对，你父母的话，自己都有比较良好的工作啊。对他们说都有退休工资。他们说他们现在很开心的，但是他们越开心，我就会越觉得我内疚。艺人这条路不好走的，哪有那么好走？个个看到艺人的光鲜的一面，哪有那么成为大明星？心里不舒服或者失落肯定会有的，因为首先的话就是说，作为也在一起7、8年，肯定是多多少少是会有情感的。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说，我就像他们父母一样，希望他们成才。然后他们走不了这条路，成不了才的情况下，那你就希望他平安就好了，啊。行吧。好嘞，好吧，要不有。其实说完之后还挺豁达的。对，没事。行，人生才8、9点钟、7、8点钟的太阳，还早的呢，好吧？好嘞。我让那个夏言到了找你哈。好嘞。OK。哎，好的。每个人的悟性，每个人对事物的理解度，每个人的就对事业的企图心都不太一样，所以你只能是说选择可以跟你一起同行的人一起同行。我觉得选择挺重要的。哇，今天这还是巴博斯版本的，内饰和外观都挺好的，空间也挺大的，范儿拉满了，对吧？这可是 Smart 精灵5号，空间超级的大，试一下给你们看啊。你好 Smart， 你说，关闭车窗，打开空调，播放音乐，导航到乐华娱乐。好的。哎呦，还挺会使唤的，这音响听着也不错哎。对啊，这个可是森海塞尔，很专业吧？那我们出发吧。走。好小啊！你20几？ 21岁啊，这么小啊？
挺漂亮的啊。谢谢。啊，对他主。要歌太棒了，就是几个专业的朋友听了都觉得他应该是超级歌手的路线。那为什么想进演艺这圈？是因为父母的影响？没有，我之前一直都很喜欢唱歌，然后就从小就一直唱歌。有很多人来找你咨询吗？就每年的话，就是通过各种朋友介绍的挺多的，我都是比较客观的吧。就因为我觉得艺人这一行的话，其实路不好走的。如果不适合的话，我一定说是不适合。现在就是整个行业的话，好像就不太 OK 了，因为特别是像 AI 一冲击嘛，对于歌手冲击也很大。就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说怎么出来。你光出音乐的话，我觉得也不 OK 嘛，因为你砸不动啊。就跟以前像逼哥那个年代不太一样，因为那时候那首歌少啊，那时候对吧？那时候像我们的听卡带都是来来回回，恨不得都听100遍的。乐华之后还有签新人练习生的计划吗？我们就练习生体系的话，还是一直在做的，但确实是得改变一些策略和打法。你自己想做艺人的话啊，我自己个人觉得个人 IP 还是挺重要的。所以我还是建议小红书啊、抖音啊得搞啊。以前那些老的东西的话，我就觉得，但最主要还是说怎么用 AI 去结合。世界变化太快了 ，AI 迭代也特别快，可能1个月或半个月就迭代一次。实际上你在那等着躺着等的话，可能也不太可能。就我就觉得所有东西啊，就得抓住第一波。你比如说最早博客、微博，对吧？然后抖音，然后现在就是 AI。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对你年轻人来讲的话啊。真的不要等。我挺好奇的，就是你现在看到就是现在小孩儿对吧？就什么情况底下你会劝说你可以试试演艺圈？什么情况底下你会劝退？大部分的话我都会劝退，因为我做这个行业已经做了将近20年了，所以这个东西的话，一看就大概心里有一点数一张嘴就知道有没有。对我都觉得，因为需要对他负责任嘛。因为他是面试过关了，不意味着你能出道，因为他中间还有3到4年的训练的时间。3到4年的话，他很容易放弃的。那你经营过去这些年，你这种团队的成功比数是多还是少？成功的比例？其实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成本的吧，它还有运气成本，因为娱乐圈就是这样的了。所以你觉得明星成功的是运气能占多少？我觉得运气挺重要的。占多少？我觉得50%吧。啊，有这么大的比重啊！对。那这么说，你这个还风险挺高的。天使投资风险很高，对。那王一博算你天使投资当中的非常成功的一个。对，他是属于 PE 倍数啊，天使倍数很高的一个艺人。对。所以我觉得你们当年对王一博的那种眼光还是很独到的。对，在他身上的话，确实我看到了一个优质艺人的很多的闪光点。现在这一波孩子的话，可能身上的话就缺少那种，比如说坚持、韧性、执着，或者说对事物成功的那种渴望。像那个王母亲的话啊，确实人是挺好的人，但确实是欲望，就是说对成功的渴望可能少了一些。哇！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好，今天好美啊！自己搭配的吗？对的。黑剧目的话，我们准备了3年多。开始的时候，我们本来想用2D 和3D 同时出道的，但因为后来 C Dance 一出来，我觉得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连夜就开了个会，然后就把女团给推出来了。我给你们一个任务，就是半个小时之内，给你们总共的话2万块钱，你们去搭配，然后待会儿的话，我看一下你们自己的审美的能力。好，加油，加油！好，快去吧，去吧。就是带他们去挑衣服的话，其实实际上我是想提高他们的审美吧，就是说自己对时尚的一个见解搭配啊。Oh my god， 我不知道从何搭起。你觉得是这个搭还是这个搭？我投的店。你先看你上身穿，你要不2个都拿着。那你听到以 AI 这个方式出道的时候，你当下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还挺，怎么说？挺新奇，挺第一个这样子的女团。对，挺前卫的一个想法。但是 AI 是
我看着我的脸在舞台上，但其实我本人的感受没有那么大。Hello， 大家好，我是黑 Dream 组合的西元。感觉我们像是出道，但实际上我们真人还坐在练习室里，就会觉得有一点没有实感。我就看着那个视频，我说啊，我们就这样出道了，有点草率的感觉。然后看到一些不好的评论嘛，就说我们的脸是融了谁和谁的，或者是啊好丑啊这样子，然后还也是说了说，有那么多真人的团，为什么要追一个 AI？ 我说疯了吧！所以 AI 并没有帮助到你们。其实也不是，就比如说我生成了一个舞蹈视频，它能生成出空翻，它能生成出劈腿，那可能我自己就会要求我自己去达到那个效果，而不是说 AI 把我比过了。我没有突然那么耀眼的出现在大家面前，但是我不觉得我未来不会耀眼，所以我觉得就是等待就好了。哎，那我也可以挑衣服啊。你也可以穿。我穿吗？对，就很精神。对对对。好多小姑娘都这么穿。可以，来给我一套。但是你就里面你不能。对，穿牛仔吗？哎，对对对，把这个一搭。我也是时尚人士，好不好？我的审美的话不会跟那样。拿上。这裤子也好看的，运动的时候，好舒服啊！要一个。哎呀，逛街就是开心哦，这个也好看。我是真的是1年都没有几趟逛街的时间。哎呀，我女儿也特别合适，帮我女儿也选一套。自己买起来了。你看这就这个。对，你看一下我的那个，你看一下你带我看一下我的产品，忘了压系列。在这吗？啊，对，我带了产品带来了。你看，这是我的产品。哦。这是我的忘了压系列，好不好看？纯毛绒是吧？全毛绒，因为我这个全部都手工做的。你这个工厂是哪个吗？叫什么？我我自己买的一家工厂。自己买？就投资的，而且我就挖了个设计师嘛，就是设计师的水平很高，所以我现在的话有100多 SKU， 而且我每卖一单的话，我是要给捐出去钱，是要做公益的。你看你还花了点小功夫。哎呀，我花可多功夫了。我可喜欢研究这些东西了。那现在就可以放我们的车啊？可以啊，我就现在就是开始。马上就可以给你上货呀。对。哇，好可爱！你说那个好摸就是这个，是不是？还有好多呢，这个特别好摸，我可以送一个给你。就是现在我就做这个东西的话，就会比较快乐、开心一点。所以这个童年还是有很多影响。我觉得是童年的。是吧？因为缺失。对。缺失爱。因为我爸妈的话，就我妈的话是，就工作嘛，她根本就没时间。就以前的话，在那种纺织厂每天上班，还得加夜班，所以我是缺失父爱母爱的。这一代人啊，基本上都有这个父母亲密的也很少，从来没有。因为我小时候有缺失嘛，所以我会按照我自己喜欢的那个，比如说我小时候没有玩具，我特别喜欢就是那种粉粉的、治愈的，就会把我就小时候缺失的，比如说我女儿的房间，我全部都粉色的帮她布置的。然后我小时候没有玩具，我就自己补齐这一块，就是小时候缺失的，你就大了，你就会在身上去寻找嘛。你是不是要主动寻找的那种啊？对，我小时候因为我普通话不好嘛，所以我从小到大的话是那种自卑的长大的，因为所有同学都会嘲笑我嘛。然后包括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嘛，所以我大学的话都是勤工俭学。反正就以前的话，我就是反正我就觉得活在一个比较自卑的一种环境下。然后大学我就去做那种调查问卷嘛，路上拦截每个人去做个访问，到晚上就8、9点钟吧，就一份问卷的话大概赚10块钱左右，是这个事情打破你不自信的一些东西吗？也是自卑。做这个事情还是很自卑。也不是自卑吧，就是说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改变一点什么吧。对啊，我就不能就是一辈子就是活在自己自卑里面吧。是不是这样的话就是另外一种风格？我更喜欢这种风格啊，然后不用太对称了。那真正让你产生自信的事情是什么？其实实际上的话，就是慢慢随着你做的事情一个一个成功，你就会越来越自信了。就像为什么说艺人红气养人呢？也是一样的道理。你越红的时候，你气场就出来了。对。
因为我觉得你的心态比较稳吧，在我这样。我心理质数啊，就我可能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按部就班那种人，你知道吗？就我读长江商学院的时候做过一个测试，就谁最适合做创业者嘛。我是我们班上唯一的一个，就是说那个试卷做了满分的人。你儿子真的好可爱，对吧？他还想去时代吗？想啊，他还想去时代，因为他主要是啊，他就觉得在这个赛道里边，就是说做的最好的就时代风景和月华，但他老觉得老妈的话是一个傻白甜，是因为运气才做到这么好。对，所以他就觉得李飞就时代峰峻的话做的比我好，所以他就特别想去李飞那边先去实习，先去偷师，然后把那些技术再研究再拿回来。问题是连李飞会要他吗？不可能啊，就是一个无间道啊。所以就是他现在的话会跟我发小作文，就是说你哪些东西做得不好，你应该怎么去做，反正就是老是 PUA 我吧，就是妈妈你一定要努力，你一定要加油，因为你只有把月华做好了，我将来才能继承你的衣钵，把月华做越大越强。他很有战略眼光啊。对，我觉得他是在卷我嘛。哎，那你对你儿子未来的希望是，说心里话是什么？我对他没有期待，真的。就我儿子的话啊，我觉得他，因为我对他很残忍，你知道吗？他8岁的时候就被我送到海外去当练习生，9岁的时候我就让他上了变形记，10岁的时候我就让他去了少林寺。你对他这么狠，肯定就是对他有期望，将来希望他做什么，不然没有。当时去海外当练习生是因为让他去减肥嘛，因为他太胖了。就正好他是跟范丞丞、Justin 那一波的，因为那是我自己的公司嘛，所以每个人都得到命令说，社长的要求是说要减肥，所以大家的任务就那个教练的别让他吃，对，让他减肥，所以每个人的话就不断的 push 他减肥，不让他吃，反而就产生他对食物的渴望，你知道吗？因为他老怕自己吃不饱。所以我就觉得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千万别用错力了。对，我觉得用力太过猛了，逆反了哈。对，导致他现在看到晨晨的话，可能都挺害怕的。所以他现在卷你也是应该的。励志再励志，减肥再减肥。我要是小孩，你儿子我也会恨你。对。所以确实是，就是说以前我可能会对他有很多的期待，后来的话我可能是觉得小孩的话，平安快乐就好了。现在你女儿大概是真正实现了你说快乐、平安、散养。对，其实实际上我女儿10岁了，我就已经很难触达到她了。每周的话，她都愿意安排跟闺蜜出去玩。我是天天跟哈巴狗一样的，在她面前摇尾巴。我每天真的一下班，不管多晚，我都会去跟她打招呼。她就说啊，可以了，那你可以下去了。她的那个房间的话是老年人活动中心，别进去就那种，就是她已经有自己的思想，而且现在小朋友的话，他信息接受太多了，所以他比较成熟一些，有自己的想法。对，儿子和女儿在你心目当中，这完全是2个对待方法，真不公平。实际上，你真正偏心的是女儿吧？说心里话。说心里话真没有。所以刚刚小鹿的那个感受啊，我就想，就是你以后你当父母以后啊，你就会特别的发现这个事情，没有一碗水端平这一事儿，你明白吗？就是说，不管儿子女儿，就算你再平衡的话，在儿子女儿心里面的话，他们感知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女儿的话，她就会觉得我对大哥偏心，我就觉得我怎么偏心啊？她还觉得对大哥？对啊，她就会说啊，那你为什么这个月的话给了他200块钱零花钱，你就没给我啊？你就偏心他，所以就很难，每个人的感受体感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公司所有的艺人。其实实际上我是一视同仁的，不管是红还是不红，但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对这个好一点，对那个忽视一点？其实没有。其实你像那个杜妈，她在公司里面是一个管理者，非常有 power， 雷厉风行，而且她的执行力也很强。但是对于孩子的成长，就完全换了另外一个风格。所以没准这个孩子要的不是个总裁，要的是个妈妈，就是温暖的。他们可能更喜欢总裁妈妈。这
个东西我已经跟他们讨论过，因为他觉得就是你在家里也没发挥多大作用，也不会做家务，什么都不会，你还添乱，所以他们就觉得你应该赚钱，你的能力在赚钱，在把乐华做好，培养更多的人，把事业做得更好一些。啊，就这么清醒啊，和很多孩子不一样。对，他们可能的认知开始，你就在忙，所以他就一定会是说，妈妈就你一定如果不忙了，那说明你不称职。对，主要感觉签名不方便了。好，我们来看看杜华的这一段 VCR 能够带来我们一些什么想热聊的话题。332，对，我觉得就是第一个跟第二个其实都有的聊，对吧？你想聊哪个话题？我觉得都不会被骂吧。第一个吧，第一个安全一点。你应该是最不怕黑红的，我也不想黑红啊。演艺圈30岁没出来的不是比比皆是吗？对啊，也有很多就是大器晚成的演员呢，对啊，对吧？对啊，宋文哥很多呀。好啦，我们今天这一期又看得非常的开心，有感动，有思考，然后也有温暖。那我们再次谢谢4位姐姐提供你们的精彩的生活给我们观察，也谢谢观察团的成员们提供更多的视角。好了，感谢大家观看爱奇艺自制综艺美团买药冠名播出的《姐姐当家2》，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与姐姐们相约，谢谢。爱奇艺。